这应该算是带翅膀的手机，这算是特殊场景手机啊，这个是极小屏旗舰，这个就有点难了啊，这应该算是多屏或者说折叠屏的原始探索手机。手机厂商这几年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发布会是一场接着一场啊，但是细心的小伙伴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，就是几乎现在在发布会上啊，不怎么花时间再去详细提什么手机的设计了，或者说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短，基本上呢也就说说颜色啊就过了。大师告诉我说，没有设计才是最好的设计。主要是因为大家的 ID 都长得实在是太像了啊，除了颜色和镜头啊，你肉眼可见的差异是越来越少。甚至有些镜头都非常像。这期视频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，盘点一下进入大屏智能机时代之后那些奇奇怪怪的手机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其实，如果在功能机时代啊，各种花哨造型的手机非常多，这期主题单诺基亚一家都可以做一个系列。但是到了大屏智能机时代，说起奇怪的手机，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 LG 啊。LG 的手机总是带着一点奇思妙想和冒险精神，比如 Flex 的弧面屏、V5上的副屏以及 G5 的模块化设计。当然，还有我们本次要聊的 LG Win。正面看上去，你可能就以为它是一个普通的曲面屏手机，没有任何特别的。但是你用手把屏幕向左这样一滑，啊，这手机就长出来了一个小翅膀，而且你顺便可以召唤迪迦了。这可能也是它取名叫做 Win 的原因。这类机械结构总是会让我忍不住想去盘它啊，就比如说之前我在使用小米 Mix 3的时候，就会忍不住的一直搓它的屏幕啊。用过的小伙伴请扣1。不过好在官方宣称它能够经受住20万次的旋转，换算一下啊，如果你每天召唤100次迪迦拯救地球，那也能工作个5年多。LG Win 发布于2022年9月啊，这款手机在国内并没有上市，但我们依然可以在各个平台看到它的身影。6.8寸的主屏啊，副屏是3.9寸啊 ，PPI 分别为395和419，清晰度还是挺高的。LG 不愧是屏幕大厂啊，不过这处理器就相当一般了啊，765G。旋转展开之后，这模式有啥用啊？其实它就相当于一个物理级别的多窗口，你可以同时打王者和吃鸡啊，同时坑7个队友，也可以一边玩原神一边看攻略啊，物理外挂啊，只要你能忍受765G 的原神。LG 还专门为它适配了一些应用啊，比如说相机界面，当你旋转之后呢，主屏就变成了一个取景框，副屏啊，猛的一看是模拟出了云台摇杆的样子。特别炫酷啊！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虽然整个画面是通过超广角进行的裁切，这效果也相当不咋地啊，但这思路还是挺新颖的。游戏上呢，对《狂野飙车9》呢还做了单独优化。当我们正常状态下，这小地图在屏幕左侧啊，很容易被手挡住，而当你旋转之后，这游戏中的小地图会在副屏显示啊，确实挺炫的。这样你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你的路线了。还有一些非常鸡肋，不是非常神奇的功能啊，就比如副屏下滑，还有一个触控板模式，可以点开主屏上就出现一个图标啊！我靠，这真的是天才设计啊！这样你就可以无需抬起另外一只手，单手就可以操作主屏幕了，干净又卫生，不是方便又快捷。触控板你为啥不用？我他为什么不直接用手？可能你觉得 LG Win 噱头大于实用，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确实还挺有趣的。相对于国内稳扎稳打的风格， LG 的脑洞大开以及敢于实践，总是让人眼前一亮。当然，这种放飞自我的玩法，最终让 LG 在2021年飞出了手机市场。不过从机手爱好者的角度来说，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。而且，二手价格跳水也飞快 ，LG 垃圾佬心中最酷的公司。同意的请扣1。奇怪的手机第2弹是可以把我给劈开的中兴 Xon M， 确实有点难受啊，只能这样了。Xon 这个系列呢，本来就是超脱出以往中兴的传统啊，这个就比如现在 Xon 一直在探索屏下镜头 ，Xon M 呢在折叠屏，喂这边一会儿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开齿的年代啊，带给了你一个双屏折叠的感觉。搭载骁龙821啊，5.2英寸折叠双屏。你别看它只有1颗摄像头啊，但是自拍和后置拍摄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默认打开相机是前置镜头，如果想切换为后置拍摄啊，你点击切换之后需要将手机翻转过来啊，这种方式够怪了吧？单屏模式没啥好说的啊，和普通手机一样啊。当屏幕翻折180之后啊，6.7英寸的大屏幕啊，这种体验和现在的折叠屏手机真的很相似了啊！1秒变身小平板，想想现在折叠屏的那些弊病啊，这台手机可以完美的给你解决掉。官方宣称这转轴寿命可以达到4万次折叠，最重要的是你再也不用担心屏幕有什么折痕或者损坏了。现在的折叠屏手机是吧？你还得担心屏幕平整度的问题啊。
这么贵还有折痕，猫都不要。当然啊，这么多好处啊，你还是得接受它一点点的小缺点啊，就是屏幕中间有一物理黑边。分屏模式很好理解啊，两块屏幕可以同时打开不同的应用。镜像模式就是这两块屏幕会显示相同的内容。这评价真不错，感觉等下3元。确实不错，人还长得挺帅的。3元。说起海信这个品牌啊，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电视、空调还是电冰箱啊？大家可能用过海信的家电产品啊，但是你大概率你看没有用过他们家的手机。其实早在2001年啊，海信就发布了国内第一款 CDMA 的彩屏手机。不过现在的海信手机主要垂直于墨水屏手机这一个领域啊。这款海信2020年发布的 A7CC 啊，还采用的是国产芯啊，这虎贲的 T7510。你乍一看啊，它这外观上好像跟其他智能手机没什么太大区别啊，但是这一块6.7英寸的墨水屏，它还是彩色的。可能你以前买的电子泡面盖都是黑白的，但这块彩色的，不知道泡出来的泡面会不会更香一些？由于是彩色墨水屏，所以你也就可以阅读彩漫了。彩色图片的显示还算说得过去啊，但相较于常规手机，那肯定是差了不少的。色彩丰富的场景无法正常展示出来，会有明显的颗粒感和色彩断层。不过大致的彩色内容啊，起码是可以达到能看的地步了。如果选择墨水屏的手机，肯定是为了非常极致的护眼。A7CC 针对不同的显示场景提供了清晰、均衡、流畅和极速4种刷新模式，可以针对不同的场景来选择清晰度优先还是刷新速度优先。当你在看书的时候，可以调整为清晰模式啊，显示效果会更好。不过此时你千万不要打开相机是的，它也有相机啊。这时候如果你一打开相机，整个画面就跟蹦迪一样，只有切换成流畅模式，效果才会好一些。日常使用100PPI，其实看健康码也是没问题的。你这么看着啊，它可能确实显得挺 low 科技的。估计也有人说啊，这种手机咋能用呢？但其实这基本都是受限于墨水屏技术本身的原因啊，比如黑白的话啊，这 PPI 呢就可以做到300，而且这种手机呢是有其特殊的适用人群和场景的，就比如说特别严重的干眼症患者啊，只是你我啊，或者说大多数人啊，不是它的受众而已。其实海信呢还真是唯一一个坚持在墨水屏手机的厂商了，在阅读手机这个极其小众的市场啊，持续更新着。我们也非常好奇的查了一下销量啊，某东卖得多的型号啊，这评价基本都在2万多啊，这种手机肯定是不适合看视频或者打游戏的啊。在极速模式下呢，这游戏反正我们试了一下还能开啊，但肯定是一帧一帧的啊。不过你非要应急的话呢，其实它还真能勉勉强强看一下视频内容啊。但毕竟是特殊产品，有其自己的特殊场景。奇怪的手机第4弹啊 ，Unihertz 果冻2，哎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啊，拿来吧你。这个小东西啊，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国外的品牌，但是这个 Unihertz 呢，其实是国内的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机品牌啊。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它啊，但它的产品呢，其实远销海外众多国家。前面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小屏旗舰的视频，这评论区有小伙伴都说这些手机啊都不够小，它屏幕只有3英寸大小。说它多小，你可能感知不太强啊。我们把 AirPods 打过来啊，只大了一些啊，你有感知了吧？官方称之为世界上最小的运行安卓10的智能手机。不过我们手里这台已经更新到安卓11了，没有采用全屏的设计，可能是因为成本太高了啊。不过它支持全屏手势啊，下面的3大金刚键表示他们需要一个解释。这小家伙其实还真五脏俱全，并没有对什么功能进行阉割，什么红外啊、呼吸灯啊、外星科技、3.5毫米耳机孔啊，应有尽有，甚至连 NFC 它都有。如果你能接受小屏啊，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主力机来使用一下。我们真的使用了一阵子啊，P60的处理器确实挺古老的了，但是在这个小手机上啊还挺流畅的，用短小精悍这4个字来形容它不为过啊。它的外形和大小类似于一块肥皂，这握持手感简直没得说啊，所以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肥皂机。不过这么小的一个手机，应该不会有人用它来打游戏吧？实测这游戏啊还有60赫兹，而且流畅度还不错，除了偶尔会有点点不准以外。就子乔会对不准。既然是要当主力机，拍照也得有啊，前置800，后置1600万。这个小家伙其实能感受到啊，它并不是单纯的去追求小。
而是真的想在小的基础上啊，把能做的东西都给你做进去啊。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备用机啊，平时跑步听歌的时候也 OK。但如果你要真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力机，那还是挺费眼的。就像 PC 一样，随着产业链的深化发展，硬件的同质化都是正常的，因为手机这个产品的服务对象是一样的。都是人嘛，很多基友吐槽啊，这个创新越来越少了啊，让人兴趣越来越弱，这其实也是产业成熟化的一种表现。但不管怎么说啊，这个自己作为爱好者来说的话，还是总希望有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出来。肯定还有许多其他奇怪的手机，这期没跟大家聊到。如果你知道或者说想让我们聊哪个，欢迎评论弹幕发给我们。OK，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点意思，或者说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，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更多任何精彩，大家记得关注小白测评啊，不关注体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现在应该没什么人了啊。其实这一期呢，说是奇奇怪怪的手机，然后我就想到了我绝对厉害的一个珍藏，其实拿出来稍微有一点风险，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啊，确实有点风险啊，大家一定要保密啊。够奇奇怪怪，够神奇了吧？这个我真的是珍藏多年啊，不随便拿出来的。你是不是觉得这是假的，开不了机啊？我爱你。华人牌2060款手机，傻妞为您服务。